葱越割越少，90%的人不知道的采收密码。做对这一步，采收次数直接翻倍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第一茬剪葱的时候又粗又多，第二茬开始变细，第三茬可怜的只剩几根？可能你也怀疑过，是土不行，是肥不够，还是自己手太重，把葱给剪废了。这里我要为热爱生活的朋友说句公道话，这不是你的问题哦。几乎100%种葱的人都有过这样的遗憾经历，特别是家庭种葱的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这期内容我就把葱越割越少背后真正的原因一次给你讲清楚。听完之后，让葱活得久、长得多的方法你自然也就知道了。所以有类似困扰的，还请认真看，不要错过关键细节哦。先说一个很多人从来没意识到的关键点，这个点一改，采收次数就能立刻翻倍，那就是剪葱的位置。葱该剪哪里？超过80%的人剪葱的时候都是贴着土面一刀下去，其实这一步正是葱越来越少的开始。因为葱不是靠叶子活着的，它真正的电池在下面的葱白和鳞茎。你可以把葱理解成一个自带充电电池的植物，下面那一节白色的部分就是它储存能量的地方，也就是电池本身。每一次长新叶都是在消耗这块电池里的电量。如果你每次都贴着土剪，相当于一边用电，一边把电池也一起切掉。可能这样做，前1、2次它还能硬撑，是因为库存还没用完，但等到了第3次、第4次，电池被削的只剩下一层壳后，就算你天天浇水施肥，它也没有本钱再长粗、长叶子了。正确的剪法其实非常简单，每次剪的时候至少要留下3到4公分的葱白，让它保留一部分电池本体，这样它下次再长叶子就能使用这部分能量，而不是透支老本。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刀的区别到底有多大。同样一盆葱，如果连续3次都贴着土剪，第4次你会发现新长出来的叶子明显变细，颜色变浅，而且中间开始出现空档，看起来就像秃了一块。但如果从第1刀开始就留葱白，你会发现哪怕剪到第4次、第5次，叶子虽然比第1茬细一点，但整体还是一撮一撮往上冒，不会散，也不会断层，这是我们要分享的一个采收密码。但如果你以为有了采收密码就可以一直采收的话，那你想的也是太简单了。接下来我说的内容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，请一定听好。葱的生命周期。葱本身就不是无限采收的植物，它也是有生命周期的。所以不管你剪得多温柔，肥给得多勤快，它都不可能是永动机。从生理结构上来说，葱属于消耗型作物，它一生能动用的储存能量是有限的，每长一轮叶子，库存就少一部分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根充满电的充电宝，你一边用一边充，确实可以延长时间，但不可能越用越多。所以当你发现葱越剪越细，叶子越来越短，这并不是你技术退步，而是它已经走到了生命周期的后半段。这件事种在露天菜园的人不容易察觉，因为地大土多，根能一直往外扩张，能量补给也不容易剪断，所以菜园种的葱就给人一种可以无限采收的错觉。但阳台种葱环境是完全不同的，这就牵出第2个几乎所有家庭都会忽略，却决定你能割几次的关键因素：花盆的大小。花盆的局限性。阳台种葱一定要考虑到容器的局限性。说个很残酷的数据，直径15公分左右的小盆，葱正常情况只能支撑2到3次完整采收，而直径25公分以上的盆，根系空间够大，营养缓冲区够厚，通常可以剪5到7次。如果是地栽，根能自由扩张，一个季节随便剪。盆越小，土越少，根越挤，能储存的水分和养分越有限，等于一开始就给葱规定了最多用几次。很多人葱越剪越少，其实不是不会养，而是一开始就把它的生命周期决定了。你让他住15平方的小房子，却要求他干50平方的活，这个本身就是不现实的。所以如果你现在用的是小盆，又想长期采收，其实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换大盆，要么接受它只能陪你2、3茬。这不是技术问题，是物理限制。讲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发现一个现象，同样的修剪，同样的容器，有的人葱摔得快，有的人摔得慢。
这里就牵扯到第3个影响采收次数的因素。4、种植方式。种植方式指的是用葱根再生，还是用种子种。这2种方式外表看起来差不多，本质却完全不一样。葱根再生本质是用上一代葱剩下的电池再续命，它长得快是因为不用从零建立系统，直接调用库存能量。但缺点也很明显，库存有限，用一点少一点，所以通常3到4次之后就会明显衰退。而种子种出来的葱是从小建立完整的根系网络，就像自己盖仓库，自己储粮，前期慢一点，后期更耐碱。所以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个事实，如果想省事的话，葱根种葱是第一选择，但如果你想长期采收的话，用种子种植才是最佳选择。这不是谁更高级，而是使用场景不同。阳台家庭大多数图方便，用葱根再生本来就该接受它是短期项目，不是长期工程。把这3件事连在一起看，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楚的真相。碱太低会把电池碱没，盆太小会让电池装不下。再生葱本来电池容量就比种子葱小，这3点叠加起来，结果只有一个，越割越少。而解决办法其实也非常清晰。第一，剪的时候留3到4公分葱白。第二，想多割几次，换大一点的盆。第三，想长期稳定，考虑用种子种一盆新的。你不需要买昂贵的肥料，也不需要复杂的技巧，只是把这3个认知换一下，就能把结果彻底改写。很多人种葱失败，并不是能力问题，而是从一开始就用错了预期。他们把消耗型植物当成了永动机器。最后，我也给你一个很实用的小建议。如果你现在这盆葱已经剪到很细很弱了，不要再勉强它继续工作了，换新一批，比继续硬撑更划算。植物不是员工，累到极限是不会加班的。如果你现在不确定自己家的葱到底卡在哪一步，也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判断。你只要看3件事就够了。第一，看葱白长度，如果已经剪到只剩1公分左右，问题大多出在剪法。第二，看花盆直径，如果比1只碗还小，问题大多出在空间。第三，看来源，如果是超市葱根再生，剪了3次以上还想继续爆发，本身就是不现实的期待。相信看完葱的状态后，你自己就有了解决方法吧。上面就是今天要分享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觉着这个内容对你挺有用，也请你把它转给你的家里人、朋友，或者任何一个正在为他阳台上种的菜后劲不足而发愁的人。咱们一块儿用更灵光的办法，把窗台上那点绿色经营得越来越好。我们下期见。